Hello， 大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还有新年快乐！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讲关于为什么我们会来到地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在我们觉醒并且意识到不同的维度真实的存在于这庞大的宇宙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无法去接受为什么自己必须要待在地球里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宇宙存有，在一个高维度充满爱与欢乐的世界去体验生命？这些巨大的反差让我们开始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人必须要活得这么苦？这是我的过去曾经的一个想法。在灵魂出生在人间开始，每位婴儿呢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任由这世间的人事物往他的身子去绘画，无论他喜不喜欢，他也只能默默的接受，任由这些图案来辅助他去认识这个世界，让这些图案成为他生命中最完美的灯塔，带领他过完这一生。我们从来不会去质疑这些图案的样子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是虚拟的，因为在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天起，世间已经是如身上的图案般呈现。没有人会想要拿颗橡皮擦去擦掉身上所被画下来的图案，也不知晓我们甚至可以亲自用笔去往自己的身上画上属于自己的样式。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有橡皮擦的存在，每个人都会去遵守那些被告知的规则以及社会体制来生存在这个世界，却不知晓自己其实是可以创意的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我在以前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对世界的运转方式以及人的本性产生任何的疑问，觉得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身为人就需要通过教育来让自己能够融合生存在这个社会，不会质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为什么必须追求更多的金钱。如果我们去问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的问题，通常都会遭到白眼吧，会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有点白痴，因为这是集体意识我们人所认同的事情，它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我们深信每一个活着的人呢，都有义务去寻找到方法得到钱来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我们都认同生命的本质就是这副的模样，允许金钱来掌控世界资源的分配，以及由它来决定我们是否有资格去享受各种优越的生活品质。在觉醒之前呢，我是一个深信赚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这是每个人应该去做的事情。完全无法想象，如果人的人生目标不以赚钱工作为优先的话，日子该怎么过？会不会因此而活不下去？觉得自己必须要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收入，好让自己过上舒服又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在我的眼里，我深信金钱可以让我过上自由自在的人生，通过它我可以去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或者享受我想要的生活。直到觉醒的到来，意识到地球的处境以及其他外星存有的世界的状态的时候，我的心态开始无法平衡了。我才发现金钱只存在于我们的文明，在其他的维度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钱这个东西。这个我们把它捧得如生命般重要，人们为了它付出不少代价，甚至是引以为傲的东西，放置在宇宙里竟然什么都不是。我从这些高度文明的世界里领悟到，一个没有经济运作的体系是多么的先进和自由，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担心生存的问题。每个人活着的义务呢，就是去享乐，追寻属于自己的热情。而且那里没有政治权力的纠纷，那里的生命频率高，意识身心平衡，不会有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负面的情绪是无法在那里存活的。这种境界放置在地球呢，听起来就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人怎么可能做到不生气、不悲伤、不忧郁、不焦虑，毫无负面情绪呢？每个地球人都被世道弄得伤痕累累，被原生家庭的限制、人际关系上的伤害、社会体制的局限、大自然的侵害，
身心上的落后，还有其他许多的差异，让我感受到地球在宇宙里就像一个地狱般的存在。我真的心态崩了，原来我们在宇宙里是这般的渺小。那时候我开始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人必须要在地球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不能到其他的维度去体验生命？为什么地球发展成如今这副模样？然后开始很厌世，内在有许多的不甘，觉得为什么自己需要活得像个金钱奴役，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但是内在却是有很多的恐惧信念捆绑着自己，不敢做出跨越自己、跨越集体意识的那一步。后来随着生命的流动般对于灵性的投入，我慢慢参悟到生命的轮回、灵魂的源头，意识到宇宙其实只是灵魂的娱乐场，无论来自哪个星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而我们真正的本质只是一个无形无相的意识。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只是游戏中的关卡，这些维度的差异象征着游戏的难度。当维度越高，世界越美好，生命只能体悟到甜。这也代表着游戏的等级相对比较容易。当世界的维度越低，局限性越大，游戏的等级相对会比较难。然后我开始想，有没有比3维度更低的世界存在于宇宙？答案是没有。3维度就是宇宙游戏等级中最难的一个。地球就是宇宙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颗星球。当我发现到这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游戏的时候，这下好了，我连求生欲也消失了。我对高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玩了，直接回到源头去？我不想玩这些赚钱生存的游戏了。而高我却让我体悟到，世界本来就不是个赚钱生存的游戏，这只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游戏体验。集体意识的信念会决定他们会体验到什么样的游戏。你如何定义地球的游戏规矩，取决在于你信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体验这样的游戏模式，那就从集体意识里跳脱出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我们是拥有创造能力的灵魂，如果不想再体验这个3维度的游戏，那就放下这些已经无法服务于你的旧模式信念，去体验更高维度的游戏。不一定要等到你死后灵魂投胎到其他的星球才可以体验到的。无论你在哪，你都可以去体验你想要的，因为维度的高低呢，是决定在于你这个灵魂，而不是宇宙所创造的空间。你才是决定世界维度的创造大师。当我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实相，并很兴奋地想要去开启自己人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要放下这些3维度的信念，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的简单。脑袋里依然存留着许多根深蒂固的信念，无法删除。每当我想要跨越的时候，换来的下场却是种种的害怕以及不安。这些信念已经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骨子里，甩不开，它已经成为我的生存本能了。这时我才觉悟到为什么灵魂选择来地球，这才是游戏背后的真实目的，这才是游戏的真正的开始。去突破被设定好的3维度的自己。我们的小我心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台巨大的游戏机，里面存放着我们在地球里所吸取的一切，来等待我们去突破。灵魂就是通过局限性的世界以及人类所创造的幻象，来挑战自己是否能够忆起自己所是。就像戒毒一样，我们能否戒掉我们常年所吸取的负面信念，回归属于自己的自由，不再任世界支配，在光明和黑暗共存的世界里发挥灵魂大师的潜能。当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戒掉所有的毒，让自己从黑暗中解脱出来，回归内在的爱与光的频率，那么我们的游戏就挑战成功，顺利的在这个地球3维度的学校毕业。如果无法跨越，自然你就会停留在3维度，因为你才是决定世界维度的人。如果你是3维度的，那么你所能感受到的世界只能达到3维度。如果你是5维度的，那么你就可以感受到5维度的力量。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很苦，原因在于你不知晓让自己快乐的方法，而不是外在的条件所致，不是因为地球的局限，所有的世界呢都是中性的。因为有生命的存在，宇宙才变得有意义，我们才是决定我们世界如何的大师。当我们以一个游戏玩家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不觉得很刺激吗？去偶尔的和小我唱反调捉弄他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虽然我的求生欲消失了，但是它却反而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就不信我无法跨越这个三维度的幻象。以前的时候，我总是会把事情看得很重，会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感到迷茫严肃。但是在那瞬间的时候，我的内在的所有沉重的包袱都被释放掉了。因为无论生命展现什么样的样子，都只不过是一场戏，不是吗？想体验怎么样的人生，那就尽情的去投入。我们永远都有权利去选择我们想要过怎么样的一生。比起抗拒世间的一切，不如让自己去享受这趟旅程，反正都来了，对吧？这就是我们选择来地球的原因。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